最近有朋友想看16 Pro 扩容到1个 T，想看看128G 跟1个 T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，又想看我们到底是如何省下的这5000块钱，到最后苹果手机它值不值得扩容呢？这是一台粉丝发过来的16 Pro， 刚买没有多久。16 Pro 侧面多了一个实体拍照按键，其他的外观几乎和15 Pro 一样。这位朋友说，看了阿志之前的扩容视频，决定也将自己的手机扩容到1T。那么16 Pro 128G 的版本和1T 的版本差价这么大，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先给手机下载一个安兔兔，在手机扩容之前，先做一个跑分测试，到时候扩完容之后再跑分对比一下，整个跑分过程耗时会比较长，我们加快视频播放。跑完之后，我们看一下整体评分，1703512分。换硬盘是属于换储存颗粒，所以我们再查看一下储存性能。应用储存速度10714，读取速度14624，写入速度3513，随机读写速度是29908。然后我们可以先截图一下，到时候我们手机扩完容之后再来跑分，对比一下扩容前和扩容后的性能对比。16 Pro 的内部设计和15 Pro 不一样，拆主板需要从后玻璃下手，15 Pro 则是先拆屏幕再拆主板。你们认为哪个设计更为合理呢？小心打开后盖，首先看到的就是金属全包的电池。很多人认为这个电池不安全，安全不安全咱不知道，就说这个质感确实比以往的更加高大上，对不对？先给摄像头盖上保护盖板，继续接下来的拆机操作。苹果16 Pro 拆主板比较麻烦，需要将听筒和人脸组件都拆下来才行。主板取出来后，我们先来观察一下，这个银色的大芯片就是硬盘，也就是这个小小的芯片，128G 与1T 的价格相差5000元，价值堪比黄金。不过找我们扩容的话，1K 都不到就可以搞定了。主板其他部位都保护好之后，将它放入精雕打磨机中，把老的128G 硬盘打磨掉。其实苹果扩容非常简单，就是把老的硬盘拆掉，重新安装一个新的1T 硬盘。拆硬盘最安全稳定的方法，也就是使用精密的打磨机。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扩容需求的话，一定要选有打磨机设备的商家。打磨完之后，将主板放入维修夹具中。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手工将主板焊盘清理干净。机器打磨只是打磨掉硬盘的大体部分，残留的边角和硬盘底部的黑胶都是需要熟练的手工操作。主板清理的越干净越仔细，再重新安装新的1T 硬盘，这样子后期使用才更加稳定，不容易出问题。主板处理完，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准备好的新的1T 硬盘。这里我们使用的是进口的铅铸锡浆，平时都得冷藏保存。使用这种锡浆来焊接硬盘，不容易虚焊，不容易氧化，后期使用更加稳定。手机维修细节一定要做到位。
硬盘植好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安装它了。先给焊盘打上助焊剂，均匀涂开，再把硬盘放上去，对准好位置，这个小圆点必须朝这个方向。接着使用风枪均匀加热，直到镊子轻轻推动它时，有种来回弹的感觉，就是安装好了。把残留的焊油痕迹给它擦干净，再使用小吹风给主板降温。接下来我们来撕掉主板上的保护贴纸，将主板擦拭干净。使用 BGA 胶重新给硬盘封胶，这样子可以避免硬盘后期使用中出现虚焊或者氧化的情况。主板上的保护贴纸和泡棉一张也不能少。虽然说少了它，手机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是它起到了防震防摔的作用。当你手机摔落的时候，能很好的保护你手机，所以细节很重要。在装机之前，我们先清理掉老的防水胶。很多人会担心手机拆开之后重新安装就没有原机未拆装的手机耐用，也不怪大家会有这种想法，因为手机安装不到位确实容易出问题。但是新手机出厂它也是人工安装的，只要我们在重新安装的时候，严格按照出厂安装的标准去维修，那么维修完之后和未拆装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手机拆完之后就容易坏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贴上新的原厂防水胶，对准好位置之后，将四周按压牢固，然后撕掉防水胶的第一层保护膜。准备安装后玻璃之前，必须也要清理干净。尤其是后摄像头位置。确定没有问题以后，扣上后玻璃上面的无线充排线，最后扣上电池。再将保护铁罩依次安装回去。全部清理干净之后，来撕掉防水胶上的最后一层保护膜，将后玻璃对准好位置，轻轻按压回去。再给手机保压10分钟，让防水胶粘得更牢固，恢复手机的原厂气密效果。保压完成后，就可以装回尾部的2枚螺丝。到这里，手机的拆装就完成了。手机安装完，必须要检查一下手机的气密性，恢复原厂的气密才算维修成功。通过专业的气密检测工具，我们来检测这台手机。仪器亮绿灯，显示良品，气密性完美恢复。接下来我们给手机刷机，
手机重新安装完硬盘之后都需要重新刷机，有重要资料的需要提前备份，刷机也只能刷最新的系统。刷机完成，来打开电脑艾斯，直接一键激活。然后我们打开设置、通用、关于本机，来查看一下手机的信息，还是之前那台16 Pro， 储存空间已经显示 1TB。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给手机装上安兔兔软件，再来一次跑分测试。跑完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总分显示1671747，对比扩容之前少了3万，每次跑分都会有几万的误差，这个属于正常。再来对比一下储存性能，应用储存速度43732。读取速度16512，写入速度18619，随机读写速度48933，这里的数据相差就有点大了。但是 MEM 的总分又显示2888180，比扩容之前还要高。那么你们认为跑分数据它到底真不真实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的维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把手机清理干净后再送一张钢化膜。这台手机就可以发回给粉丝了。喜欢阿志的朋友们，麻烦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感谢支持。有什么手机问题都可以请教我，或者你们有想看什么样的维修案例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